乌克兰新组建10个旅，俄军伤亡惨重，指挥官被捕。赫尔松乌军击退俄8次进攻。美军在日本部署的 F-15EX。马克龙、苏纳克接连败选。台军公教2年连续加薪。刚果内战被美军调停。乌克兰正在全力应对人力挑战，并且积极组建新的旅团，准备对抗可能的俄罗斯进攻。根据乌克兰地面部队指挥官奥列克桑德尔·帕夫柳克的说法，乌克兰计划组建10个新旅，以保卫基辅等关键地区。帕夫柳克指出，新成立的旅将部分部署到保卫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任务上。这座城市是乌克兰的心脏，未来将扮演关键角色。在2022年俄罗斯春季攻势期间，基辅州部分地区曾被占领，但乌克兰军队成功发动反击，迫使俄罗斯军队撤退，阻止了他们对首都的进一步推进。帕夫柳克强调，保卫基辅仍然是乌克兰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无论东部的局势是多么艰难。泽连斯基在7月3号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现在的乌克兰军队在人力上比几个月前更加强大，但未来能否顺利进行大规模反攻，还得看能否及时拿到重型装备，比如机械化战车、装甲车、坦克和重型火炮。帕夫柳克也指出，目前主要的关注点是装备，而不是人员。乌克兰对火炮和装甲车的需求仍然很强烈，希望西方国家能够提供这些供应。泽连斯基还抱怨军事装备送到前线的速度太慢了，这和他之前在6月初的抱怨如出一辙。美国的安全援助迟到，搞得乌克兰为预备役部队配备装备变得非常困难。近几个月，乌克兰媒体也在不断强调新组建的部队缺少足够物资，如果没有额外的西方援助，乌克兰就没法完全装备这些新部队。大兵认为，普京的如意算盘是将俄乌战争变成一场长期战，彻底摧毁乌克兰的经济和工业体系，从而消灭乌克兰人民的国家认同感，为其恢复苏联版图的野心埋下伏笔。所以，除非乌克兰能够通过火力对俄罗斯军队造成极大的打击，让俄罗斯人疼醒，这场战争呢是不会结束的。而乌克兰不能一直等待西方援助装备新部队，再考虑进行大规模进攻，因为俄罗斯也知道这一点，他们会利用物资抵达前线的这段时间，逼迫乌克兰就将人力和物资投入到防御，这样乌克兰就没法积极资源来反攻了。所以现在乌克兰必须要加强本国的国防工业建设，之前和莱茵金属联合建厂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开端。总的来说呢，西方的安全援助不仅能提供必要的装备和武器，还能帮助乌克兰解放被占领的大片地区，是彻底解决俄乌战争的唯一途径。而乌克兰之前面临的人力短缺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降低强制兵役最低年龄要求，创建征兵的在线注册系统，以及签署更新的动员法案，其问题已经被极大程度的缓解。可以说，未来俄乌战场发展的局势就看西方军援的力度了。7月3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也就是所谓的科克勃，以欺诈罪名拘留了俄罗斯第83近卫空降突击旅的指挥官阿尔乔姆·格罗迪洛夫上校。想必最近关注大兵的朋友对83威迪威旅的名字是并不陌生。该部队就是那个孤军深入骨料厂，没想到被乌军包围，400人成为了乌军人质的部队，现在呢还没有脱困。虽然现在骨料厂方向仍有战斗发生，但在乌军的重重包围之中，这几百人除了投降，恐怕也就剩下一条路了，基本等同于减员了。要知道，威迪威可是俄军的精锐啊，现在被乌克兰围歼，那可是啪啪的打了世界第2军事强国的脸。何况俄罗斯新国防部长才刚刚上任，自然咽不下这口气，肯定是要找出个背黑锅的。根据克里姆林宫附属的商业媒体《生意人报》称，联邦安全局的军事反间谍官员在梁赞州逮捕了格罗迪洛夫，罪名是特别大规模欺诈，然后把他运送到了莫斯科的俄罗斯调查委员会总部，恐怕不日之后就将入住卢比扬卡5星级酒店了。不过作为当事人，格罗迪洛夫否认了科克勃对自己的指控，并且誓言要证明自己的清白，但俄罗斯记忆恢复术会让他想起自己的罪行的。这格罗迪洛夫从2019年起呢，就担任俄罗斯第234近卫威迪威团的指挥官，直到最近才被介绍为第83威迪威旅的指挥官。纽约时报曾报道，
格罗迪洛夫领导下的第234 VDV 团成员在2022年3月基辅州犯下了反人类罪行。大兵认为逮捕格罗迪洛夫除了为哈尔科夫方向俄军的失败背锅之外呢，最主要的还是普京和俄军高层对他的表现非常不满，认为他严重无能，不仅没能实现军事目标，还造成了大量精英的俄罗斯军人的死亡。要知道，在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前，俄罗斯的 VDV 部队可是被广泛认为是精英中的精英啊。但是俄乌战争之后， VDV 就屡次被其指挥官坑害，实在是有点离谱。除此之外呢，俄罗斯当局还逮捕了一系列国防部官员和高级军官，罪名看起来跟他们的职位是没啥关系。比如说，前第58联合武装集团军的指挥官伊万波波夫少将，最近就被控伪造和叛国罪。可以看出，普京对于前线将领的耐心正在逐渐下降。之前呢是忠心就行，现在一部分是俄军的指挥官的愚蠢超出了普京的容忍限度。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战线。德国的图片报报道，乌克兰巩固了在第聂伯河赫尔松左岸的军事据点，克林基桥头堡仍然在乌军手中，而俄军对第聂伯河的8次进攻都被打退了。但是俄军并未放弃进攻，目前战局仍未完全明朗。7月4号，乌克兰哈尔科夫集团军发言人尤里波夫赫上校透露，一个俄罗斯破坏和侦察小组溜进了哈尔科夫市西北部的小村庄，这里离哈尔科夫市约45公里。波夫赫指出，俄罗斯正试图通过这些小规模行动在边界上制造紧张局势，以分散乌克兰的注意力。俄军貌似对这个村庄是情有独钟，早在6月26号，俄罗斯就对这个村庄进行了一次小型突袭，但是被乌克兰边防部队给赶了出去。但即便这样，俄罗斯的军事博主依旧吹嘘，他们几乎完全占领了这个地方，可能俄军只能在乌军不在的时候进行完全占领吧。在沃夫昌斯克谷料厂地区的战斗仍在继续，可以确定的是，被包围的俄军尚且没有突围的迹象。在顿涅茨克州，俄罗斯军队也在奋力进攻，但前线变化不大。7月4号，乌克兰军方证实，俄军在最东端的恰西夫亚尔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乌克兰军队已经撤到了新的防御阵地。俄罗斯试图通过集中火力推进，但乌克兰的抵抗依旧强劲。在顿涅茨克市西南部和扎波罗热州边境地区，俄罗斯也在发动进攻，但战果寥寥。俄罗斯的军事博主们不断吹嘘他们的胜利，但实际情况是，乌克兰军队依旧坚守阵地，并且成功击退了多次进攻。总体来看，俄罗斯在各个方向的进攻虽然声势浩大，但战果有限。乌军不仅顽强抵抗，还在多个地点取得了胜利。普京和他的指挥部可能需要重新考虑他们的策略，因为当前的进攻模式似乎是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美国国防部近日宣布，将在驻日美军加手纳基地部署36架 F-15EX-2 战斗机，取代原先的48架 F-15CD。虽然新机数量少了，但国防部强调 F-15EX 的战斗力显著是高于前身，因此整体作战能力将大幅度的提升。根据《星条旗报》的报道，五角大楼表示，在过渡期内，美空军将在加手纳机场轮换的第4代和第5代战斗机中队。除了加手纳的更新计划，还将向3泽空军基地部署48架 F-35A 联合打击战机，替换现有的36架 F-16C。此外呢，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将增加在延国航空站的 F-35B 垂直起降战机的数量，但具体数字没有透露。冲绳时报引用了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消息，披露了这次军事更新计划。据报道，这次现代化计划与日本政府协商，涉及超过100亿美元的投资，旨在加强美日同盟，提升区域威慑力，并维持印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五角大楼在声明中指出，计划在日本部署最先进的战术战机，体现了美国对日本防卫的坚定承诺，以及两国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共同愿景。加手纳基地总面积约20平方公里，是美国太平洋空军规模最大的作战基地之一。从1980年以来，加手纳基地一直部署着 F-15CD 战机，频繁的巡弋任务使得这些战机飞行时数相当高，机体疲劳严重，不得不在2022年12月全部退役。在加手纳基地告别 F-15CD 后，曾有来自北约多国多支战斗机部队轮流驻扎在此，但这些部队呢，也有自己的任务。因此，加手纳仍需要永久部署的战机。
波音公司表示，虽然 F-15EX 不具备隐身能力，但它配备了与5代战机同等水平的航空电子设备和网络功能，能够指挥无人机，并且与其他战机协同作战。相比第5代战机 ，F-15EX 飞行速度更快，武器搭载数量更多，航程也会更远。7月4号，英国国会大选刚刚结束投票。根据出口民调，凯尔·斯塔默将接替苏纳克成为下一任首相。他带领的工党在这次选举中大获全胜，而保守党的表现则是个悲惨的故事。工党预计将拿下650个席位中的410个，保守党则仅仅能保住131个。这一巨大逆转让人们不得不感叹，工党从5年前的低谷走到了今天的辉煌，真是天壤之别啊！这次选举结果也将结束保守党14年的执政期。凯尔·斯塔默在社交媒体 X 上表示，感谢所有在这次选举中为工党打选战的人，感谢所有投票给我们并且信任这个已经改头换面的工党的人，谢谢你们。保守党的失败可以说是从2016年脱欧公投以来就埋下伏笔了。保守党接连更换了5位首相，但依旧没有抵消脱欧带来的影响。不仅如此，中间派的自由民主党预计将获得61席，将由奈杰尔·法拉吉领导的英国改革党则可能拿下13席。法拉吉曾扬言要摧毁保守党，现在看来他的愿望似乎正在实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X 上向工党以热烈的祝贺，称他们取得了令人信服的选举胜利。当然，大家更关注的还可能是他对乌克兰的态度。斯塔默对军事一直保持保守态度，他承诺将制定防止军事干预法，未来英国对乌克兰的武器支援可能会更加困难。但在立场上，他对乌克兰的态度则十分坚定，曾公开批评过英国支持俄乌进行和谈的声音，称其为独裁者的支持。与此同时，欧洲另一个大国法国情况也不太明朗。法国国民议会第1轮选举落幕，从初步统计结果来看，马克龙这次的情况很不乐观了。法国极右翼党派国民联盟在立法选举中获得的最高成绩得票率是 34%， 而马克龙领导的执政党得票率仅为 20.5%， 排位第3。如果在本月7号举行的第2轮投票中，极右翼政党再次拿下多数选票，那么马克龙将必须交出包括总理任命权在内的所有行政权力。届时，极右翼政党党首年仅28岁的巴尔德拉将成为法国总理。也就是说，未来3年内，法国将出现左右政党共治的局面。根据法国的政治体制，虽然总统仍然掌握着国防和外交等权力，但议会多数党推举的总理将成为法国国内事务的最高决策者。虽然马克龙仍然负责对外事务，但是左右分治是否会改变法国对于俄乌战争的态度，还尚未可知。7月3号，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指示相关部会启动明年军公教调薪工作，朝着合理方向调升，预计7月底定案。这将是20多年来首次连续2年调升军公教薪资。在昨天的行政院会议中，卓荣泰强调，政府必须示范带头调升军公教薪资，由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召集相关部会，立刻启动调薪作业。观察过去20年军公教调薪情况，近年经济稳定增长，各大机构对今年的增长预测率在 3.5 到 3.9 之间。根据人事行政总处资料，军公教近5次调薪，分别在2005、2011、2018年的调整 3%， 2022和2024年的调整 4%， 明年调幅有望达到 4%。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军正在跟卢旺达支持的叛军3月23号运动，也就是 M23 进行为期2年的内战。7月4号，白宫表示，美国支持在民主刚果东部进行为期2周的人道休战。联合国估计，内战导致超过170万人被迫逃离家园，全国因为冲突而流离失所的人创下了720万人的记录。白宫表示，这个休战协议会从7月5号午夜开始，一直持续到19号，覆盖那些受冲突影响最严重的地区。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阿德里安·沃森说，北基5省的冲突让人道工作者无法和康亚贝雍家周围数十万流离失所者取得联系，导致10多万人被迫离家。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